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您家的毛巾有多久没有清洁过了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天天使用的毛巾，用过一段时间过后，我们的毛巾摸起来会非常的硬，非常的粗糙。毛巾长时间不清洗，就会滋生大量的细菌，而且非常的脏，很难清洗干净。洗完了总感觉油腻腻的，用在脸上也会给皮肤造成不好的影响。特别是对于小孩子来说，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毛巾洗不干净？那是因为我们的毛巾上经常会沾上我们皮肤上的油渍、汗渍、螨虫、污垢之类的粘在毛巾上，所以很难清洗干净。经常用这样的毛巾来洗脸，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差，容易长痘痘。所以今天分享一个彻底清洗毛巾的方法，简单又实用，毛巾干净又柔软，一起看看具体的操作吧。其实清洗方法很简单，首先准备一个洗脸盆，找出家里面平时不用的牙膏，不管是大人的牙膏还是儿童的牙膏都可以，白色的、绿色的、红色的，或者是其他彩色的牙膏也行。牙膏的量也不需要太多，大概挤入10米长就可以。接着再取出家里面平时用来炒菜、做饭的盐，往里面加入2大勺盐，我们可以准备细的，也可以准备粗的。然后从隔壁老王家这一袋没有用完的，使用小苏打过来，倒入和食盐同等量多的小苏打进来。接着找出家里面的酒精，没有酒精的话，用家里面的白酒也可以。如果有瓶盖的话，倒上2盖子即可。我这里直接用喷壶喷的，只需要把牙膏和食盐，还有小苏打喷湿就可以了。然后找一根吃饭的筷子，用筷子的根部将所有的材料充分的搅拌搅拌。牙膏是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一种清洁用品，主要用来清洁牙齿、保护口腔，它具有很浓郁的芳香味，也具有很好的清洁作用。而我们的食用小苏打，平时可以用来做食品添加剂，还可以用来清洁瓜果蔬菜，或者是用来清洁家里面的一些家电，具有很强的清洁作用。然而咱们炒菜的食盐不仅是一种调味品，还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再搭配上我们的酒精，用处就更不用说了。搅拌1分钟左右，里面的牙膏就已经完全的成这种糊状了。这个时候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热水进来，水的温度要在80度以上，如果用的是刚烧开的开水的话会更好。加进来之后，我们继续用筷子不停的搅拌，把所有的材料和我们的开水充分的混合在一起。随着搅拌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我们水的表面就会出现这种丰富的白色泡沫，并且在搅拌的过程中，你就能闻到特别浓郁的芳香气味了。这样搅拌出来的水溶液具有很强的解污能力。充分的搅拌好后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脏脏的毛巾放到这个溶液里面去浸泡了。这个时候的水特别烫，千万不要用手去按压。刚才我用手按压，就把我的大拇指烫了一下，赶紧缩了回来。毛巾放进去之后，我们用筷子的根部将毛巾完全的按压在我们调好的清洁液里面，让清洁液将我们的毛巾全部浸泡起来。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用筷子来回的多搓一搓，让我们的毛巾表面的这些油渍、污渍可以更好的被溶液浸泡。还没戳上几下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到毛巾上的一些污渍已经得到了溶解。确认毛巾完全浸泡在溶液里面之后，我们把盆子放在一旁，让毛巾在里面浸泡一会。
直到里面的水不烫手，大概30度左右为止。大概15分钟的时间过去了，这个时候水温也已经降下来了。我们的毛巾可以看到，用手抓一抓，里面排出来的全是污水。可以看到盆子里面的水变得非常的脏，而我们毛巾上面之前的那些污渍、黄渍已经消失不见了。这个时候还只是浸泡了10几分钟，我们压根还没有用手去搓，就可以看到被泡出来的水变得非常的脏。这个时候我们再用这个溶液将毛巾轻轻的搓一搓，被这个溶液泡过之后，咱们在搓毛巾的过程毫不费力，轻轻揉一揉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毛巾非常的干净，上面一点污渍都没有。将毛巾这样折叠起来，将上面的水分拧干，把眼睛移到我们盆子里边来看看。哇，这个水也太脏了吧！其实像我家的这条毛巾，才买回来没多长的时间，用了才1周多的时间，没想到就这么脏。接下来我们再用流水给它搓洗几遍，漂洗干净就可以。这样洗过的毛巾没有异味，也更柔软。清水清洗2遍，细菌、螨虫通通消失。尤其是皮肤敏感的人，一定要像这样彻底的清洁毛巾。用这个方法比用锅直接煮的要好。完全挤干后，我们把毛巾打开看看，可以看到刚才脏兮兮、油垢垢的毛巾，现在已经变得洁净如新了，刚新买回来的时候的样子。而且摸上去也特别的酥松柔软，手感摸起来也特别的顺滑，太舒服了。不过大家在晾晒的时候，最好不要放大卫生间里面，因为卫生间里面的空气不流通，很容易滋生其他的细菌的。我们最好是拿到阳台外面去晾晒，这样呢可以让它干得比较快，使用的时候再拿进去就可以了。使用这样的方法清洁过后呢，使用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，而且这种方法可以适用于清洗毛巾、清洗抹布。其实我们家里的毛巾跟抹布是非常容易沾染细菌跟污垢的，这里特别建议大家1-2个星期呢，也要这样子清洗一遍，也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